想看过你电影的观众应该都知道，你电影可以说是不论是在中国电影还是在世界电影当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你到现在为止拍过2部长的剧情片，《牛皮》和《牛皮2》，然后这2部片子呢都是只有你和你父母亲3个演员，而且都是在你家拍的。然后《牛皮2》甚至是就在一个房间里拍摄完成。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电影构思，但是你的影片在影评界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好像近期有一次电影调查是由中国和国外的一些学者、记者还有影评家进行的评选活动，然后你的《牛皮》是被评为2000年到2009年的10大华语电影，然后排名甚至高于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要把你父母的生活拍成电影呢？我先说一下，那个排名其实是，很小一个范围内的一个调查，是非常就是学术化的那样的一个范围里面的调查。然后针对你刚才最后的那个问题，我确实2个电影都是在家里面拍的，而且都是父母和我3个人一起完成的，然后也可以说是一种家庭制作吧。然后其实我自己倒觉得，基本上每一个家里面的生活可能都会有特别有趣味的地方。然后但是刚好，就我倒也没有觉得自己家里面的生活更加的有意思或者怎么样，但是刚好因为是这个行业的关系吧，然后就变成一种题材。然后我觉得电影当然后来获得了认可。我倒是后来有的时候也在想，如果没有获得认可会怎么样？我倒觉得对自己家里本身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可以一定程度的保存我们自己的生活吧。你的电影感觉上是关于你父母的纪录片，但实际上是经过非常精心的编辑编排的。然后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就是整个剧情创作的过程，以及你父母对你剧情的创作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导演来指导父母演出，这个和我们平常与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同，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听父母的话，然后现在是你指导你的父母，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你说一下，就这2位能听懂中文吗？可以。就是跟父母拍摄那个就是你的剧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假想大家可能是看过的，或者多少有一点了解。其实很多看起来可能像纪录片的东西，恰恰是要用故事片的方法才能拍出来，这是一个矛盾，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东西。这个不一样，就是看你个人的初衷是什么。如果我说我就是今天家里面有点事情，然后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会有意思。那你是一个经济在旁边，但你的动机是记录史的动机。然后你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有很具体的东西，你希望更准确的实施出来。也就是说，你有一种控制欲在里面的话，它很可能最后出来是纪录片的样子。然后可能跟大部分人想的不一样吧。然后我一直是这样说，然后我一直到现在也这样的想法。我基本上拍摄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传统的纪录片的拍摄方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明白，就是它会非常非常的常规，然后从大纲到剧本到彩排，然后这是非常非常具体和繁琐的这样的过程。只不过我们在这个里面排除了一些干扰，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的左右，因为我自己做制片人，然后所以它排除了一些干扰，但是就实质上来说，它依然是一个纪录片的拍摄的过程。然后父母的话，不知道，我觉得父母比较，跟他们比起来，我个人比较传统吧，然后所以
一起拍东西，他们倒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样子拍的话，不知道工作的时候还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吧。然后这样我觉得也比较的效率高一点。然后当然争吵可能也比较多，因为拍第一个的时候也是因为不熟悉，拍第一个的时候中间吵架停了1个多月没有拍，然后到了5月份吵完了我们才又继续拍，然后第2次拍的时候就有默契了，然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和家里面人合作是挺好玩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就是有那种其他人之间不会有的那种默契，然后这个默契你不用追求，它天然会存在。我觉得你看你周围的情况，你跟你的父母合作，爷爷奶奶或者你的乡亲，或者你的朋友，我觉得它是一样的道理。你怎么去把你生活当中熟悉的人放到一个一定程度上虚构的环境里面，然后你们更好的怎么能够保存住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的技巧，它存在于剧本上，然后还有更多的其实是你个人的想法，就是你可能如果你没有更多的非分之想的话，我倒觉得它可能实施起来会比较容易，你自己拍的时候会有感觉。好比说你不会提出一个他本身也不可能完成的要求，对你的朋友或者其他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在比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我觉得它还是能够拍出来。我的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然后动作多一点，干扰少一点，然后在这方面可能。我自己是稍微有点优势吧，因为是场景刚好也在自己家里，然后用数码的东西也会比较能够降低就是你制作上面的这种繁琐的状况，所以刚好剧组成员也有我们3个人，那所有的你摄影部分的工作、录音部分的工作，我们都是自己来完成的。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我就可以做到没有干扰。你想3个人在家里面拍，如果旁边多一个人，那个人说我是录音啊，你忽略我，你真的忽略我，你不可能的。他越说忽略你，你心里面在想呀，有外人在，就是这样。我觉得在初期拍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去找那个麻烦，你要想办法怎么能够就是排除那个麻烦。然后你不用完全的去跟一般的就是制作方式去比较，而是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办法。因为一开始用专业演员，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实际。因为又找专业演员，你少一些麻烦，同样你会多另外的一些麻烦。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周围有一个人很有画面感，你真的觉得他有画面感，你真的觉得就是你把他拍出来，他的那种，他笑也好，什么也好，你觉得特别有那种感染力的话，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方法跟他协调这种关系。然后最终把它实现在你的画面上，我觉得那个对双方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当然，如果这个人是你特别好的朋友，你可能要谨慎一点，因为一起拍完东西之后，你会互相发现缺点，然后你再也不再互相喜欢对方。家里人就无所谓，互相不喜欢，你们还是一家人。朋友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吧。